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王一博人于首曝，跨国叙事与深海隐喻，成而打造年度最神秘电影。近年来，国产电影市场频频出现大制作，但真正能同时兼具艺术探索与跨文化叙事的作品并不多见。导演成尔的新片人于一经官宣，就因其宏大的制作规模、独特的叙事结构以及主演王一博的加盟而备受瞩目。随着影片角色细节和拍摄花絮的曝光，这部作品逐渐揭开神秘面纱，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电影气质。作为新生代演员中人气与实力兼备的代表，王一博在人鱼中饰演的青年角色充满挑战性。故事发生在东北大兴安岭的腹地，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里。他饰演的青年从未离开过家乡，却因外界的诱惑，来自越南河内的神秘世界而陷入人生转折。为了贴近角色，王一博亲自前往大兴安岭体验生活，在零下20度的林区居住2周。影片拍摄时，他拒绝替身，亲自完成冰湖潜水的戏份。据剧组透露，那场戏水温极低，潜水时间长达数分钟，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可想而知。这种敬业精神不仅让角色更具真实感，也为观众带来了期待之外的震撼。他的角色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，而更像是一个被困在原始与现代之间的青年。他的眼神中既有对外界的好奇，也有对未知的恐惧，这种复杂情绪将在影片中层层展开。人鱼的故事结构堪称野心勃勃，影片同时展开3条叙事线。中国线索：大兴安岭青年王一博士生活在封闭的原始森林里，他的人生轨迹因越南的神秘诱惑而改变。这条线索强调自然环境与人性之间的矛盾。越南线索：一位中年男人经营着人鱼表演秀，这种表演真实存在，源于越南民间传说中的水生人。影片将其艺术化，作为底层人生被观看与消费的隐喻。日本线索：在青森，一名艺术系女生努力理解父亲的过去，她的父亲正是越南那位人鱼表演者。她的故事折射出现代社会中传统文化的转型困境。3条叙事线跨越中国、越南、日本3国，既彼此独立又暗暗呼应。影片拍摄地遍布大兴安岭、河内、青森，真实取景赋予故事更强的文化厚度和视觉质感。剧组在3个国家进行了大规模实地拍摄。大兴安岭，2023年冬季，剧组在零下30度的林区拍摄2个月，极端环境下，演员和工作人员必须依靠直升机运送物资，甚至因为暴风雪，拍摄一度停摆5天。越南河内取景于海建湖周边，人鱼表演的灵感则来自越南传统水上木偶戏。2024年初，拍摄遭遇暴雨，原定的场景被洪水冲毁，美术团队重建摄影棚，整整延误3周。日本青森，拍摄正值奈良美智艺术季，影片借助艺术节的真实场景，强化文化氛围感。在美术馆拍摄时采用一镜到底手法，最长镜头达9分钟。这些取景不仅展示自然与人文之美，也增加了影片的真实张力，让观众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沉浸式体验。导演成尔以独特的叙事风格著称，他的前作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以非线性结构和符号化场景赢得高度评价。这一次人鱼延续了他的作者风格，但叙事更为复杂。影片中的人鱼表演并不仅仅是一种表演，而是社会底层被观赏、被消费的隐喻。冰湖象征着封闭与纯净的矛盾，日本艺术馆的场景则对应文化与身份的迷失。这些符号层层递进，构建出多重解读空间。
美术指导曹九平通过色彩强化3条叙事线的差异。大兴安岭部分冷蓝色调，突出孤寂与寒冷；越南场景采用暖黄色调，象征欲望与虚幻；日本则以灰白为主，表现文化的疏离与淡漠。视觉上的区分让观众更容易跟随复杂的叙事。影片配乐由坂本龙一的遗作组成，这位音乐大师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，为影片注入了跨越生死的诗意，也让人与带上了一层纪念意义。除了王一博，其他演员也付出了巨大努力。饰演越南人鱼表演者的演员专门学习水上木偶戏，每天需要在水中训练6小时。日本角色扮演者则前往青森美术馆实习，学习艺术修复，以便更好地塑造人物身份。这种沉浸式训练不仅提升了表演的真实感，也让角色更具说服力。影片呈现的不只是演员的演技，更是文化学习与生活体验的积累。尽管影片力求尊重真实文化，但其艺术化处理仍引发争议。越南顾问指出，人鱼表演的某些场景过于夸张，可能引起文化误读。日本学者认为，艺术学生的设定带有刻板印象。语言学家批评大兴安岭部分使用的方言混合多种东北口音，不够真实。这些意见在内部看片会上已经出现。投资方一度要求增设普通话版本，但成尔坚持原声呈现，最终妥协为流媒体平台提供配音选项。这场争议其实折射出一个更宏大的命题：艺术创作应否完全忠实文化原型？在全球化背景下，传统文化的再诠释会不会变成文化消费？人鱼以电影的方式抛出了问题，而答案则留给观众去思考。人鱼的投资高达2.8亿元，是成尔电影生涯的新高。影片后期制作耗时长达16个月，仅调色工序就花了3个月。特效由韩国 Macrograph 公司操刀，他们曾参与《与神同行》的制作。此次团队开发了新的水折射投影技术，使人鱼表演的场景兼具虚幻与真实。摄影师曹玉还特制水下摄影机，捕捉冰湖底部罕见的镜头。影片最终片长158分钟，前半小时全用方言，辅以字幕。这种做法强化了文化差异的真实感，但也无疑提高了观影门槛。成尔亲自参与剪辑，最终版本比初剪少了40分钟，保证了节奏的流畅。人鱼不仅是一部电影，更是一次跨国文化实验。它用3个国家的叙事线索，探讨全球化下的文化碰撞与身份困境。人鱼表演代表底层人生的异化，大兴安岭青年象征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撕裂。日本艺术学生则折射出传统文化如何在当代寻找位置。这部影片不只是对现实的隐喻，也是一种艺术上的深海探险。观众将面对的不仅是视觉盛宴，还有对自我、文化与世界的重新审视。当下的电影市场充斥着类型化、娱乐化的作品，而人鱼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。它沉重、隐喻，充满思辨，却也因此更具艺术价值。王一博在片中的突破演出，成尔导演的作者风格，跨国文化的多维叙事，共同造就了这部年度最神秘的电影。正如片名人鱼所暗示的，它并不是在讲一个关于美人鱼的童话，而是在借用这个符号，探索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的孤独、挣扎与生存。当影片在银幕亮相时，观众看到的将不仅是一部电影，而是一场深海之旅，在光影折射中直面文化、现实与人性的无尽谜题。